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y。那今天我们会继续回到网页设计的程式教学。那这一堂课呢，我们会学到是超连结的部分，以及学习插入图片，然后将图片缩成大小适中。还有今天还有很重要一点，就是一开始我们要先学习怎么样命名，就是 ID 跟 class 的运用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教学吧。好，首先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学习是如何的命名哈，因为以往我们之前的 style 呢，CSS 部分呢，我们使用的是直接使用 div 跟 span，以至于会造成我们的网络，就是我们的网站会使得我们的所有的 div 跟 span 的元素呢，都会同步一起改变。哦，因为我们并没有给它定义命名的部分，所以它会全部一起改变。今天我们就要学习如何个别的命名。好的，首先一开始我们要先说明的是ID 跟 class。那 ID 跟 class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当初学生的时期哦，我们班级里面哦的座号以及我们班级的名称。好，那什么是座号跟班级名称呢？好，简单来说，今天我们直接在 div 这边设一个 class。好，这个是所谓的我们的班级名称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3年甲班。好，我们设一个叫做 div。好，这个名字呢，我们是临时取的，那这个跟我们的标签是不冲突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设一个 ID，ID 就是我们的班级的座号。例如说，我们刚刚是设3年甲班，那我们这个 ID 呢，意思就是3年甲班，例如11号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座号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要改变的话，我们如果只输入 ID，就只会改变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 ID 的内容而已，它不会改变到其他的div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设好第一个 div 是这个，这就是我们的班级是3年甲班，然后我们是3年甲班的1号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只改1号，就是只改我们这个部分。但是如果我们改的是这个 class，就是我们3年甲班，也就是我们只要是3年甲班的所有人都会改变。这就是这两个最大的区别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，就是做所谓的部分的命名。那这边一样，我们这边 class 一样 div，在这里我们这边就可以改变一下，我们是 div 2号。各位可以发现到，我刚刚有做ID 我就有做区别了，但是我的 class 我这边可以做，这还是一样。好，那呢这边再回到我们的 CSS 这边，只要是 div 的话，我们前面的只要是 class，我们前面都要点一点。那如果是那个 ID 的话，是井字号，待会我会说明。好的，我们先把简单的一部分这个先去掉一个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去掉之后，各位可以看，待会我们先上传，待会可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各位它全部弄回来了，全部弄回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边因为他们全部都是 div，所以我们改的地方全部都会改变回来。那我们把刚刚的在
输入一次。我们这次输入的是 div 的 id， 也就是这个。好，这个的话，我们给它把刚刚的那个被删掉的，把它重新弄回来。被删掉的标签，这个就是自动的标签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好，记得后面一定要加分号，不然会无效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现在只有这个前面这个我们刚刚的 div01这个只有做变换，其他不会再变换了。这就是区别了 class 跟 id 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在命名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命名。那命名呢，其实有几个原则。第一个是最好是用英文且小写。再来，第二个是不要取数字，你不要取只有这样子，这样子不太好，不建议。如果非取不可的话呢，请记得会加英文字。这时候我会加英文字，所以我们才会加英文字。好，请记得不要空格，请不要空格。那连接法，那连接法的话，我们会希望，如果您要用人连接的话，可以用这样子，好，或者是用 div， 或者是用可以用这样子做区隔，有这两种连接法。好的，那这是命名的部分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学习完命名之后，接着我们要学习如何用超连结的部分。那超连结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一开始这边是的学习的标签是这一个，先打 A， 接着这个标签要打 href。好，我们用双引号。好，后面一样用结尾 A。好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我们这个 herf， 就是我们要用先把一个网址复制起来，然后便贴在里面。例如说，我们可以做 Google。好，我们把 Google 的网址复制起来。好的，这个空格把它去掉。在中间这个的文字说明，我们注明给它打 Google。好的。好，单单只是一个项目的部分，待会会显示出来的是一串文字。好，各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，记得要存档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出现了这个刚刚我们出现的这个超连结。好，当我们把滑鼠点过去，它就会出现一个按钮的手的样子，它就会连接到我们 Google，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超连结。好，按上一页回到我们这边网。学完超连结之后，我们要再学习第二个，可以学习如何加入图片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按下一个，图片的标签是 image。好，接着在后面空一格之后打 src， 这叫做 source。好 ，source 的地方一样也是我们会使用，您可以把图片下载下来，或者是直接去网络上复制它的网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下载。各位先示范一次。
好，我先找到一个免费图库。这个图片是我随意去找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练习，可以找自己想要的图片。我们找一个适当的图片。好，我们选这一张。好的，如果说要下载的话，可以按下载。那我们可以不用下载的方式，就是我们在新分页开启。好，我们找到了这个后面这个问号后面，我们不用去理它，我们只要前面这个，您只要看到后面这边有点 JPEG 或者是点 PNG 的部分，就把它复制起来。好的，这样就把图片给复制上来了。好，我们先存档上传看一下。好的，您会发现说我们成功的已经把图片就是已经更新、已经弄上来了，但是它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接下来就是要控制图片的大小以及它的位置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程式编辑这部分。那各位这边的部分，我会希望大家以后在部门在做每一个像这个连接或者是要图片的话，我都会希望先安插一个我们的 div 或者是 span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时候可以调整它的大小跟位置，通常都是靠这两个标签来控制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给这个图片来让它做变化。好，首先我会先放一个 div， 然后这个我们加个 id 叫 pic， 别忘了我们在后面也要再加上结尾的东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再包一个 span。命名的话，只要您自己看得懂就可以了。但记住我们刚刚说的原则。好，为何我会这样排？是因为我希望它是有渐层式、有槽状的结构，这样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这个它的结构构造。好，我们在 div 里面包了一个 span， 这个 span 里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图片。我们可以在 div 里面控制这个图片的位置，而在 span 里面能够控制它的大小。好，我们先来试看看。好的，各位，虽然一开始没有明显的变化，可是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在做编辑了。好，我们按下F12。好，这边出现我们之前写的程式码。好，我们先找到我们刚刚的图片，在 div 的这个地方。好的，我们先点下这个图片。好，在编辑的时候，我们按上这个加号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名称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先设定 width
，width 就是它的宽度，我们先设定100%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先设定它的 height 就是它的高度，一样也是设定100%。意思是说，我们把这个图片给拉大，就是能够撑宽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设定我们的 span。好，这边的部分我们要先学新的一个叫做 display， 那它是显示这个内容，这个内容的一个显示的状态。一般来讲，很多都是用 block 或者是用 flex。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新的一个就是 inline，inline 是内行的意思。那如果 inline 在里面再加一个 inline block， 就是内行又加上区块 ，block 就是区块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调整我们要的高度跟宽度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去继续用宽度。好，100%有点太宽了，那我们就用50。好的，好，这样子图片就会比较小，然后也比较能够看得清楚它的状态是怎么样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要让图片能够置中的话，这时候我们要回到是 div 的部分，因为 div 是控制它里面 span 里面内容物的位置，所以在我们这边 div 这边加一个加号之后，我们选择 text align 里面的 center， 这样就会控制它的位置了。好的，将这3个东西都已经做完之后呢，我们千万别忘记了，我要把它们全部复制起来，并且把它们放回我们该有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 style 这个区块里面。不然的话，它们会再重新整理之后会消失不见。好的，然后把它存档。好，我们重新整理，这样它就会变成我们刚刚所有编辑的程式了。好，那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边喽，我是 Ricky，谢谢大家。